新闻消息保洁，赖清德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里面特别谈到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被中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根本就是一个台独宣言。所以今天中国又做了一个动作，他又开始第二波的134项关税优惠的终止，这是 ECFA 行动的第二步。本来想说用这个来压迫台湾，用这个来惩罚台湾，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个动作又证明了一件事情。现在不但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经济上面，两岸也开始渐行渐远。过去我们刚刚讲到，你只要能够掌握到中国的市场，你能够到中国的发展，你可能有非常大好的前途。但现在整个时移势转，现在台湾已经完全腾笼换鸟，台湾的未来就在这张照片里面。我们讲的未来的世界是 AI 的世界，而 AI 的世界所有最关键的军火库都在黄仁勋昨天的那场参会里面。而且它恐怖的是，它不是台湾的军火库，它是全世界的军火库，它更是美国的军火库。现在美国要去碾压中国，美国要去拉大它跟中国之间 AI 的差距、国力的差距，靠什么？靠的就是这批人。所以这批人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关切之下，早就已经跟中国楚河汉界。在这种楚河汉界的状况下，所以现在虽然你对我针对所谓的石化业进行所谓的关税优惠的终止，可是对台湾来讲，我们的船只已经要驶向他方，现在两岸已经渐行渐远，现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可以说是越来越低。好，我们今天请到了边的大方首一的财经专家黄绍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林峰，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王一德，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股市分析师冯开平，大家好。好，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宝杰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待会呢，资深媒体人张宇轩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好，所以思聪，我们刚才讲的，今天中国说我要惩罚你台湾，是因为你赖清德居然在你的就职演说里面居然讲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你的台独意味太浓厚了。对，我要惩罚你，惩罚你就会有第二波的134项关税优惠的终止。对，可是好像怎么在台湾没有产生任何涟漪呢？而且，如果赖清德总统呢，他在这个就职演说说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台独政治上的台独的话，那我说中国现在他在推动的是经济上的台独，你不要吓我，是由中国自己在推动的。你说现在中国逼台湾在经济台独？对，没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为什么？你看今天早上的时候，大家在想，哇，中国公布了第二波的这个所谓 ECFA 终止，让你关税的这个所谓减免，我把它终止掉。第二波，去年有12项的石化产品，对，今年第二波的话有134项产品，哇，洋洋洒洒，从12项一下增到134项，非常多。他就说，我要吓你，你看。文攻武吓都来了，然后后来说，我人民币我也不给你，我吓了你，台湾一定会吓得这个屁滚尿流。结果呢？而且今天根本没有人来讨论这个议题，没人讨论。好，我们就讲他今天讲的是什么？他今天讲的是石化产业，对不对？就像今天石化产业根本毫无影响啊。这个连没有暴跌吗？连纺织也没有任何影响，连这个所谓化学产品都没有任何影响。那台塑化说，那跟我们一点大家影响都不大，连台塑化都说没有影响，影响真的很有限。那中国现在想什么？后续还有非常多 ECFA 的东西，现在他们就说下一步我们就要终止所有的 ECFA 的这个产品。宝姐 ，ECFA 所有的产品来说，牵涉的整个台湾的总金额是150亿美金。那大概占台湾出口了，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出口越来越不一样，都出到美国啊，什么一大堆，现在占的出口的比例已经降到3%了。所以3%，如果你真的把它完全终止掉的时候，我跟他讲，对台湾呢是示范性意味大，但是影响是相当小。所以对股市来说，为什么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大家已经完全走出不一样的这个路了。所以说。你是把台湾逼着离你越来越远，对，搞一个经济台独。对，我就说赖清德推动这个，或许他在推动政治台独，但是你中国你这样做会推动台湾的经济独立，会完全离开中国的一个状况。好，是的，你说如果今天中国做这个动作，你找个2年，找个3年，台湾还会插个皮皮串，可你现在完全时移势转了，因为。台湾的整个中心，世界的中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台湾在全世界的地位也是非无下阿蒙。对，昨天的这一场的一个参会，刚刚讲的华硕、和硕、广达、鸿海、技嘉、和硕这些的这个机会，对，讲的代表台湾真正的未来，代表台湾真正的实力，代表台湾的军火库。更可怕的是，
它也是美国的军火库。对，没错。我们讲，事实上这几天黄仁勋来台湾的时候，他当然找了非常多人，他每一次都是展现他的这个武力给大家看。像昨天这一场这个参会里面，华硕、和硕，然后包括说像这个广达、鸿海，然后技嘉，还有包括说像伟创等等，所有的高管都全部出去了。那出去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黄仁勋说什么？他认为说 AI 未来的台湾一定是 AI 的这个中心，他会一直投资台湾。他还同时说什么？他说呢，台湾就是辉达的一部分，辉达也是台湾的一部分。他亲口讲这么重，对他，也就是说他会大举的投资台湾。那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现在所以你说黄仁勋现在 NVIDIA 他不是来台湾买产品，不是来台湾这些强化它的供应链，他还要直接在台湾投资，而且现在不是 NVIDIA 直接要在台湾投资，连AMD 都要来台湾投资了。对，他说除了台北 1之外，他还要投资台北 2，然后另外一个他还在南部要盖个资料中心，所以他等于是大举投资台湾，而且他要大举下单到台湾来，那一个状况。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什么晶圆代工啦、组装业者、伺服器啦、电源管理啦、主机板全部都在，然后电信业者也在，昨天中华电信也去了，然后云端还有，昨天连巨大董事长都去了，然后连这个台塑董事长都去了。那你想，这么两个关他们什么事呢？对，宝球跟你讲，这就是为什么台塑它要进行转型嘛。这里面我有很多可以做啦，譬如说这个 case 这个所谓外壳里面，有些还可以用到塑化原料啊。那为什么巨大要去？他做这个铁架未来搞不好也可以跨到这个 AI 去。所以我跟他讲，做脚踏车的都要进来了。所以我跟他讲，这个 AI 不是只有你看，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这个高科技，但是不是？你要做成这个伺服器的时候，你有非常多周边零组件，未来可能都是台湾未来可以发展的这个方向。所以现在包括 GPU 的这个模组，包括这个基板，包括主机板，包括准系统，包括所有的机柜。今天鸿海就把它的这个所谓的 GB200的机柜弄出来了，都在台湾。所以我们就讲嘛，从最上游，这个辉达生成这个晶片之后 ，GPU 的这个模组，然后组成基板，就是组成一个这个类似主机板的，然后再装到主机板上面，然后装成这个准系统、伺服器这样一个状况。宝姐，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能够一条龙从头做到尾。所以为什么辉达黄仁勋一定要来台湾？就是这样，他没有来台湾的话，根本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做出他的这个 GB200这些伺服器。那这个衍生出来的商机就非常大。我们举今天鸿海刚好举行了法说会，那股东会，他就说什么？我们现在这个鸿海啊，这6亿好不容易他花了好几十年了，这个目前为止终于来到6兆营收啊。他说未来几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AI 伺服器就可以占到1兆营收，光 AI 伺服器。所以你知道这个爆发力是多强，连这个鸿海董事长都觉得说这个前所未见。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电子业在瞄准这个。就连石化产业各大产业，为什么他们现在慢慢的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小？因为他们也知道跟中国拼那些东西，我们拼不赢他，倒不如我们转型去做，半导体需要的 ，AI 需要的，我们进行转型的话，搞不好可以完全走出不一样的这个风格。好，那本来讲说现在台湾的核心就是我的 AI 产业，是我的半导体产业，可是他今天处罚的是我们的石化业啊，那我们的石化业应该会受伤惨重啊，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台塑很多都讲说，没有，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跟我们的影响不大。他说原来。我们的塑化业，塑化业前一段时间股票下跌，就是因为深陷在中国的市场。现在石化也知道说，我现在跟中国绑在一起，对我整个未来是不对的，所以台塑这些公司、这些石化业也在华丽转身了。而且实际上有一个，最近如果你来看这个所谓我们国内的石化产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你跟中国连结越深的股票跌越惨。但是你跟中国连结越少的股票涨越多，像我们看很多石化业，像很多什么三氟化啦，很多特用化学，涨翻天呐！为什么？因为它是完全切上不一样的路，跟中国无关。但是你跟中国相关的，就会很惨。像台塑或者这些来讲，他们就比较有一点点受到影响。但是他们现在也慢慢逐渐在脱离这样一个状况。特别是台塑，你知道台塑去年，那2023年这个黄仁勋不是就已经来台湾一次了吗？他那时候演讲的时候，台塑当时王文渊就有去了，还有他带了台塑4宝董事长都在那边听。那人家就问他说：“那你这边听什么？”他说：“我们来听听看，我们未来 AI 我们有什么商机可以找。”所以他也知道啊，甚至连这一次的黄仁勋这个6月2号晚上不是在台大演讲吗？而且确定了王文渊会去，他又要去了。还有台塑的这个林建南也会去，所以就是说他们这现在不是只有那些 AI 公司啊，这个电子业扒着黄仁勋，现在连这些传产他们也要去找方向。所以才说，这都是未来一个转型、一个巨大的这个目标。对台塑来说，也是如此的一个情形。所以台塑现在有3大关键战役。3大关键战役就刚刚讲的，我要慢慢离开中国，而且我要跟这个所谓的 AI 大军结合了。好，我们事实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台塑集团目前为止，它虽然说它目前为止深陷在中国那种所谓这个什么 PVC 啊、SM 那些产品的杀价竞争，但是其实它这几年已经有一个华丽转身哦。譬如说以台塑集团里面来说的话，它在什么 PCB 很多关键原料里面来说，它已经做到全球第一大，有非常多产品哦。另外，全球环氧树脂啦、玻璃纤维布啦、玻璃纤维丝啦，包括电子级的异丙醇都有了，它这都是全世界第一哦。另外，包括说像铜箔啦，还有矽晶圆，它也是全世界第二哦。然后包括说像铜箔基板啦、ABF 啦、碳纤维啦，还有电子级的这个氟化氢氟酸啦，这都是全世界第三。然后丙二醇地缘是全世界第四，所以它其实目前为止慢慢在转身。所以为什么台塑化跟你说，或者台塑跟你说啊，这个影响慢慢在减少？因为他们现在也在慢慢的转型嘛。那这个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像从这个台塑过去一段时间来说，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一直打压之后，一直不断的转。目前为止，在整个这个半导体或者在 AI 里面就开出了一朵花嘛。所以我才跟你讲，如果中国继续这样下去，我不要让台商来中国这个发展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推动实质的让台湾经济独立于中国之外，就逼台商继续离开。好，所以凯明刚才讲是这次 ECFA 公布第二波134项关税优惠终止，照理讲上次12项。这是134项，照理讲应该哀鸿遍野、血流成河，我们的石化产应该会受伤惨重。可是今天整个石化业股票并没有下滑哦，而且我们看到是整个撑住了。你接下来你就讲，原来这1-2年我们的石化业已经做了非常重大的转变了，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心理准备了，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状况。其实从在去年传出来就是 ECFA 会生变之后，其实都已经很多在做准备。除了刚刚像世忠跟你讨论到的这个像台塑这么大象级的。这种所谓最上游的，它有巨大的这个资本支出，它没有办法马上转移。你只要在中下游的，比如说像特化、化工、像化纤，能够转到东南亚的、到越南的都转。你说能跑都跑了。那如果说产能不能转的，它也会当。比如说台湾把这个所谓的生产基地 upgrade 做什么？做特殊的研发。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我上次来有一次讲到非常有趣。我们说所有的这个 IC 的一个载板，对，晶片跟那个 PCB 之间要有一个东西叫载板。那就好，你就把它想象成那个晶片跟那个 PCB 中间，就好像那个夹心饼干中间要有一个材料把它粘在一起。对，那个东西 ABF 的 A， 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ABF A 就是日本的未知数，就是 Moto 的 A， 那就是它独家，然后它99%，没关系啊，那大家养在你没关系啊。对，你要把那个东西粘得好，那个机器封膜的机器。95%都要仰赖我们高雄的一家公司，叫做长兴化工。现在改名字叫长兴材料，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改名叫长兴材料？为什么？就是要淡化掉它的这个传统的化工色彩，那它就是要把它升级为半导体材。比如说长兴材料，它本身就在帮台积电做光阻剂。但是呢，它譬如说，它很多年前日本不做啊，日本认为说，日本很骄傲，认为说我们就赚那个材料的那个高马力就好，赚未知数的钱就好了。机器他们研发的，他们不做，就长兴化工，因为跟他们有往来关系，就把它接下来之后，10几年来，他们把我们台湾最厉害怎样？第一个 cost down， 第二个制程改良，对，结果变成说这台机器。良率达到98%，全世界95%。好，你拿材料，你要跟Ajinomoto拿，可是你要来制造，你要来跟我拿，对，你要来跟我拿，连那个未知数都要回头过来跟他拿，就是台湾厉害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设计出 IC 晶片，可是你制造通通需要我。我再举一个例子，非常有趣就是说为什么这次这个黄勋跟苏志峰当然要来南部，当然第一个故乡嘛，台南嘛，而且有很多南部的好的公司，其实蹲马步已久，就在等待机会。我之前也来说过，有个扇形封装的公司叫东杰，它是大概10几20年前，就是经济部就这种雷射光谷，它就是做钻研雷射技术。但当时雷射技术用在面板啊 PCB， 可是这几年它用在什么地方 ？CoWoS 扇形封装的雷射钻孔技术，它也是一家台南的公司啊。所以说封装干嘛要雷射钻孔？对，它本来是做 PCB， 大家觉得那个毛利没有什么，它现在变成一个高阶封装台积电的配合厂商，这也是台南公司。我再讲一家公司非常有趣大家知道最近那个纷纷扰扰啊，这个星光集团对不对？我认为星光集团里面大家在讨论说，哎呀，这个最近盘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啊，星光金啊、台新金啊，这个都在讨论金控的东西。我告诉各位，在我心目中，我认为有一家公司，就是他这个吴东升。这个学霸吴东升，他本身是建中、台大法律系，对不对？又拿到双硕士，哈佛又有律师执照。他旗下的这家所谓的新签，他真的有脑筋。新签不是一个老公司吗？没有，我举个例子当时特斯拉来台湾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没有充电的制造经验嘛，他就是找了几家公司要做充电桩，但是必须那个材料要瞬间承受500伏特的电压，结果谁做出来的？
新签的工程部门、工程塑胶部门做出来了。其实它很早就往这边做，而且新签早期它的电子材料部门是往什么面板材料，对，做面板材料。可是它最近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它跟比利时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收费集团苏威集团，早在好几年前就在这个所谓的南科设立了一个厂，叫做新硕。新硕专门做什么？做电子级最高、最纯高等级的什么过氧化氢，我们简称双氧水。结果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制造晶圆的过程之中必须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台积电就是希望说能够把它的材料本土化，所以说这个新签他做这个动作已经开始慢，他也知道说，今天我如果只是做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化工业，对，他一定这个地方一定会遭受到一些时代的变迁，或是两岸的关系受到冲击。即便是以旧的这个所谓他所在的新签，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化纤产业，大家知道吗？每次那个世足赛啊，每次奥运赛啊，那个运动员穿的那个球衣啊，对，那个是从保特瓶抽出来的环保纱，是一个马纱，都新鲜做的。对，那譬如说上一次世足赛，譬如说80%的球队，通通都是用它的是一个马莎，也就是说，他不断的在寻找这种新的一个。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是黄仁勋来了，你找了华硕、和硕、广达、鸿海、技嘉，等于说这个是大的军火库，而且你刚刚讲的，你是从 GB 模组、G 板、准系统这些来做，包括这个鸿海。可以说不是只有这些大公司，我连周边的刚刚讲的材料，我连粘合的材料，包括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塑化的东西。台湾都有，对，而且宝杰，你知道今天非常有趣，昨天那个大家都在找那个说，哇，那个他宴请这14个巨头，对不对？今天这14家里面只有一家公司股票是最直接涨停板的，这家公司是我们去年5月我第一次那个 AI， 就是黄仁勋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来谈这个，我谈一个产业，我说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台湾散热很厉害，这1年多以来，大家看到我那时候是不是讲那个静默式？静默式，对，我们节目算是最早提到这个主题的。我第2次来的时候。你们讨论，宝杰来讨论超级电脑。我想说，台湾其实有个叫台湾山的超级电脑，那个散热是广运做的。广运昨天是座上宾，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天看到名单，散热的那么多公司，怎么找的是广运，不是其他的大家耳熟能详？竟然是找广运，广运今天开盘直接跳空涨停板，那个就是我们去年5月的时候，我们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对，他很厉害吗？对，所以台湾我的意思就是说，台湾有很多公司，比如它原来只是做自动化，你可能觉得自动化好多人在做不起眼，可是默默的已经在往一些所谓的抓住时代的一个潮流，它往这个所谓的一个半导体的散热，很早就在做这个所谓的一个散热液的散热，那现在是刚好在发扬光大的时刻。不懂。刚刚讲的，现在台湾跟中国渐行渐远，现在出现了这个所谓的 AI 的大战，其实都跟美国的态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美国现在最大的敌人当然就是中国，他前一阵子对中国做了一个威胁，他列举了你有哪些的东西你去资助了俄罗斯，因为你中国的资助才让俄罗斯这场战争可以打得下去。就本来想说你嘴巴讲讲，没有想到当时布林肯的威胁现在已经发生作用了，现在中国很多卖无人机的公司已经下架了，真的不敢给俄罗斯了。对他们现在有阿里巴巴有个网站呢，叫 AliExpress 了哈，就是上面就是真的海外网站，上面就可以买到无人机，无人机的材料，他买回去自己组装。那在现在，所以俄罗斯的无人机哪来的？是从阿里巴巴的网购买来的。看起来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问题是他买去之后，他组装成无人机可以做有效的攻击，它看起来是两边都在卖的。对，其实它这个东西透过这种所谓的商用跟军用两者共用的产品，不断在支援俄罗斯。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打到现在还能继续打下去的主要原因。因为有中国在后面，中国在后面嘛，那问题是这个东西呢占了所有的供应量的80%以上，所以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前段时间不是到了法国嘛，到了欧洲去晃了一圈回来，对，所以欧盟的这个欧盟也正式提出抗议。美国也提出抗议，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太严重了。因为到目前打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对乌克兰有发生非常不利的状态情况之下，然后看到俄国的战力越来越强，它的炮弹啊，它的生产能力啊，都不断的恢复，包括微电子的采购，全部都是中国供应。那这个表示，可是它中间有个默契啊，什么默契？就是拜登上一次在旧金山APEC 会议碰到习近平的时候，他们有私下答应，习近平有承诺不再供应这些东西给俄罗斯。那为什么最近开始态度转变了？因为G7要开始开会了。G7要开会的时候呢，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北约国家已经做了几个决定。第一个决定说，法国已经决定要派部队进入地面战，他去乌克兰了，他进到乌克兰战场了。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然后欧盟的北约已经同意所有的军火，只要欧盟的这个军火供应给乌克兰的，让乌克兰本身自由使用，不限定任何地方，对，可以攻击俄罗斯的内地，俄罗斯的本土。那现在只等一下最后一个国家是美国，对，那美国等拜登同意。拜登认为，只是现在还有限制，认为说在哈尔科夫这些地方你可以攻击，但是打到还有限定它很多东西的，包括军事设施啦，那民间设施不能打，所以它还有。那目前啊，G7之后，拜登就会改变态度，就自由射击，他全面攻击了，所以这个态度的改变，造成习近平态度的改变。因为习近平本来想要当糊弄嘛，对，哇弄啊，像欧洲都进来了，欧洲翻脸了嘛，欧洲现在的部队的地面部队介入，对，然后更严重的，包括瑞典今天已经公布了，瑞典已经派的这种空中预警机，2艘 Sub 做的空中预警机，对，直接进入，直接支援乌克兰了。那因为你空中预警机进入的话，就等于跟你北约的空中的这个它的预警机所使用的型号跟我们台湾以前的一样，是升级版的 Link 16。对 ，Link 16跟北约的这个整个的防空网、整个的通信是可以连通的数据链全部连通了。它连通之后，你的 F-16的战机下去的话，才能做有效的对地面的攻击。对，所以因此这整个北约态度全大幅度的改变。连瑞典这种国家，过去这种国家，现在非常中立国主战一定要打的，你知道这是在军事上面的，所以这个态度变成非常积极之后，造成中国开始退缩。对的，我们的新任国防部长顾立雄跑去试导了这个所谓的海军司令部。现在我们之前不是讲吗？美国现在一直在搞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吗？滨海作战讲是美军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没有哦。现在他说，我们现在海军所有的海军陆战队，现在很多的主战部队，我们现在也要跟美军的滨海作战团是一样。他是干嘛？除了以舰队跟陆战队为2大部队以后，2026年元旦以后，将舰队、滨海作战部队、陆战队为3大主战部队。我们要再增加一个滨海作战团，这完全概念、战法，所有的组织都跟美国一模一样了。对，没错。那么新成立的这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呢，是由中将，那么一个中将来负责统帅。那什么意思？这一次不是中共的联合利剑的这个演习吗？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除了空中的飞机，还有包括海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军舰之外呢，我们的海锋大队是不是到处都有？对。事实上呢，那么很多网友披露的台中跟垦丁之外，其实全台湾你没有看见的地方，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屏东，到处都是。初步估计，单出动的相关的飞弹都超过好几百枚啊。那因为雷达关掉，老共就测不到，很简单嘛。雷达如果你把雷达打开的话，老共就有办法知道哦，你是在什么地方用反辐射飞弹把你打掉嘛。那我雷达都先关掉，雷达关掉了以后呢，那么藏在各个地方在等 stand by 等你有可能你的军舰到的地方，这就是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的雏形。为什么呢？我们即将成立的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刚刚董事长不是讲到 Link 16嘛？对。那个16的加强版，这次我们花了很多的钱要买啊，为什么呢？升级到Link 16的加强版之后呢，就是为了未来的Link 22呢，那么做准备。而我们Link 16加强版上去了以后，其实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就是我们已经跟美军连线了。我们跟美军连线，就等于跟日本连线了，等于说我们跟我们的盟友全部都连线。对，过去台湾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以防空飞弹就好了。我们向美国所采购的爱国者飞弹，跟我们台湾中科院所研发的这个天宫系列的相关的飞弹，是没有办法连在一起的。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2种飞弹不能连在一起，我请问你，我怎么样指挥调度，然后去打不同的这个包括飞弹啊、飞机的等等嘛？那么现在透过一步一步，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包括防空飞弹全部都整合了。那么紧接而来，我们要把这个全台湾的一个防御网呢，你陆海空军各自为战，当然不好打。但是我如果全部都一个把它合在一起，我按哪里有事，砰，全部飞弹都出去嘛，这就是它的概念。
那概念就是雷达啊，雷达非常重要，所以雷达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光华相关的飞弹快艇，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雄2、雄3，也就是机动大队。各位不要小看，为什么雄2飞弹、雄3飞弹、雄3增程飞弹，再加上马上要运来台湾的400枚的这个鱼叉飞弹，我告诉各位，雄2飞弹、雄3飞弹、鱼叉飞弹、鱼叉飞弹3种飞弹一起出去。老共不要说老共，连美军都没有能力刹那之间就全部都防，因为它是3种完全截然不同的体系，更何况雄3飞弹增程型根本不是雄3飞弹，它是一个全新的飞弹，全新的，对，只是我们把名字用雄3，我们只是用雄3的名字，雄3飞弹增程型，事实上它是另外一种全新的飞弹。所以你想想看，当滨海作战因为美军刚好在谈这个滨海作战团嘛，我们滨海作战的指挥部呢，艺术的是把所有的飞弹部队全部都集结在一起，所以你就知道台湾在改变相关的战术。好 ，Kevin。另外就是在 NVIDIA 来到台湾了以后，他也要帮台湾要建构了所谓的超级电脑。现在这个超级电脑已经不是过去的 CPU， 是用 GPU 来这个所谓的设计。你说这个东西跟台湾的战略是有关的，因为我们的飞弹的这个试射，我们的军事的响定都会用到超级电脑。这2天有一个名词一直出现在媒体上，叫做主权 AI，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赖总统在这个就职演说的时候，他是不是提到，这个具体名字量子电脑？无人机、机器人，他都提到了量子电脑。我告诉各位今天为什么主权 AI 为什么会重要性？就是超级电脑。今天，这次美国跟中国的战争，晶片战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起点，就是当年2015年的时候，美国发现不太对劲，就叫那个 Intel 的时候不准出晶片给这个中国大陆。为什么？2016年美国的神威太湖之光，竟然是耀居全世界超级电脑排名第1名。而且连续3年都是排名都是就是名列前茅。你说有一段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超级电脑是全世界算力最强的。对，2016到2018全部几乎都是排名1、2名。那美国就吓到了，哇，中国能够做出超级电脑，能够做出这个排名第1名的，这个叫做神威太湖之光。后来又有什么天河系列啊等等啊，那还一度传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个世芯 KY 啊，因为就是台积电的那个 IP 系制裁，可能有帮助他，结果后来美国也严重关切制裁。对。所以才衍生到现在。那你知道吗？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排名前500大的这个所谓的超级电脑，中国有占了200台。对，那它没有办法拿到最大的晶片，可是它用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全世界排名第1名的叫做这个运算能力排名第1名是美国的叫做 Frontier 前沿的在超级电脑，第2名叫做什么？叫做神威。本来是太湖之光，对不对？现在已经变成叫海洋之光了。它没有办法像有拿到这种最高阶的运算，像 GB2这种晶片，它就用什么4100万颗的 CPU， 然后做大量运算，当然那个很耗能啊。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要做这种所谓超级电脑？大家去想想看嘛，不管你是科学的运用，不管你是大数据，还有最重要的是军事。我问各位今天如果说我们们台湾的什么都普的电脑，这个电脑那个雷达的资讯要靠美国嘛，那美国会管制嘛，对不对？可是美国一直说，你们台湾要自己研发，要成为刺猬岛啊，你要成为怎样？要有自己的刺猬岛，要把不对称武力啊，所以你要有飞弹，要有无人机。那问各位，那这些东西需不需要？尤其是飞弹是越中长程的，今天如果说要抵抗这个对岸的威胁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对应的这种中长程飞弹的话？对，那这种不是说一般的这个飞弹上面装一个什么追踪就可以，一定要有整个的超级的大电脑，等于说来做一个整个统辖。那如果说所有的飞弹网要像以色列这种铁穹系统的话，那更需要一个很完整的超级的一个运算啊，所以说要很精密的一个运算。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主权 AI 你要有个超级电脑中心啊？那今天台北1，这是说这个讨论区当时来设定的，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军事的其他用途。我觉得接下来它会如果说会在南部，尤其是鸿海当时不是在几年以前就说在高雄有一个软体中心的嘛，对只是说后来没有落实，现在已经慢慢落实了。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鸿海的策略，也从以前的苹果的代工，甚至于从这个电动车，那个刘扬伟不是有一度曾经那个老陈想要跟他有斗法吗？他靠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的 AI 拿到了这个所谓的 GB200了以后，哇，那个鸿海股价大拉特拉，老陈就开始没有话讲，而且那个前妈，这个等于说他也说我支持刘扬伟。AI 某种程度也巩固了刘扬伟的地位，对刘扬伟，他本来被斗掉了，对，就是整个的策略，大家都往 AI 来做移动。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主权电脑这一块，尤其是在超级电脑，我们台湾有这么完整的供应链，等于说有这么完整的供应链，台湾就是不过这个等于说不到400公里就很完整的供应链。那这个时候，
就是应该要发展属于我们自己整个的一个完整主线。我们现在有台湾山1号、台湾山2号，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这个主权 AI 其实呼应到，不管是赖总统的这个所谓的就职演说，或是现在我们台湾的 AI 实力，将来都是大家厂商一定要极力来合作发展的一块。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